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今天我们听听看，我们的生活是否在虚拟世界中？有没有想过，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而是由一个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呢？这个假设被称为模拟假说。他认为我们的宇宙和人类都是一个高级文明创造的虚拟现实。这个想法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我们不能排除的可能性，甚至有一定的概率。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我们的生活是否在虚拟世界中呢？有没有什么证据或方法可以证明或反驳这个假说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模拟假说的来源和逻辑。这个假说最早是由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在2003年提出的。他的论证是基于以下3个前提：一、人类文明有可能发展出足够的技术和资源，来创造出一个与真实世界难以区分的模拟世界，并在其中模拟出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二、人类文明有可能对这种模拟世界有兴趣，并愿意运行大量的模拟，以研究或娱乐的目的。三、人类文明没有被毁灭或消亡，也没有放弃这种模拟技术。如果这3个前提都成立，那么就意味着存在着大量的模拟世界，而这些模拟世界中的居民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模拟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也可能是这些模拟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真实世界的居民。博斯特罗姆认为，至少有一个前提是错误的，否则我们就很可能是模拟人。那么，这3个前提中，哪一个是最有可能错误的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第一个前提是不可能的，因为创造一个模拟世界需要的计算能力和资源是无法达到的。但是，这种怀疑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科技发展，也无法确定模拟世界的细节和精度。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虚拟现实和电子游戏的快速进步，这些技术可能会在未来达到更高的水平，甚至能够直接连接人类的大脑，产生与真实世界无异的感官体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第2个前提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类文明没有动机或道德去创造和运行这种模拟世界。但是，这种怀疑也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人类价值和兴趣，也无法确定模拟世界的目的和意义。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好奇和探索，这些可能会在未来驱使人类去创造和运行这种模拟世界，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乐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第3个前提是最有可能错误的，因为人类文明有可能在未来遭遇灾难或衰落，或者选择不使用这种模拟技术。这种怀疑可能是最合理的，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人类文明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挑战，例如核战争、生态危机、人工智慧、生物武器等。这些可能会在未来摧毁或改变人类文明，使其无法或不愿创造和运行这种模拟世界。总之，我们的生活是否在虚拟世界中，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它取决于我们对于未来的科技、人类和宇宙的假设和推测。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或方法来证明或反驳这个假说，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逻辑和思辨来评估这个假说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无论如何，这个假说对于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和探索，都是一种有趣和有益的挑战。它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存在和意义，以及我们与宇宙的关系。根据我从网络上找到的资讯，关于这个世界是否是虚拟世界的问题。The next platform and medium will be even more immersive. Like a shop. Some call it skill. Keep talking. An embodied internet where you're in the experience, not just looking at it. And we call this the metaverse. The metaverse. The metaverse. 有不同的定义、理论和观点。一种常见的定义是，虚拟世界是一个由电脑模拟出来的数位环境，它可以与真实世界难以区分，或者甚至超越真实世界的限制。一种常见的理论是模拟假说，它认为我们的宇宙和人类都是一个高级文明创造的虚拟现实。一种常见的观点是伊隆·马斯克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几率只有1/11。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关于生活中的虚拟世界和现实的虚拟现实的生活是否有关联，有不同的定义、理论和观点。一种可能的定义是，生活中的虚拟世界是指我们所处的宇宙和人类是否是一个高级文明创造的虚拟现实。这个假设被称为模拟假说。现实的虚拟现实的生活则是指我们使用电脑技术创造出的数位环境，它可以与真实世界难以区分，或者甚至超越真实世界的限制。这种技术被称为虚拟实境。一种可能的理论是，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高度逼真的虚拟实境技术，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也可能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而不是真实世界的居民一。这种理论是基于模拟假说的逻辑，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假说。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之一是科技企业家伊隆·马斯克，
他认为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几率只有1/11。一种可能的观点是，无论我们是否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我们仍然要面对我们的现实问题和挑战，并且要尊重我们的存在和意义。这种观点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哲学，他认为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受我们的认知或信念的影响。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之一是哲学家大卫·扎尔莫斯，他认为虚拟实境和一般的实体现实是不一样的，但也是一个完全真实的现实。总之，生活中的虚拟世界和现实的虚拟现实的生活是否有关联，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它取决于我们对于未来的科技、人类和宇宙的假设和推测。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或方法来证明或反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逻辑和思辨来评估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和探索，都是一种有趣和有益的挑战。它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存在和意义，以及我们与宇宙的关系。你能告诉我更多关于人工智慧的事实吗？人工智慧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的广泛的科学和工程领域，它旨在创造能够模拟或超越人类智慧的机器或系统。人工智慧的研究包括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和方法，例如知识表示、自动规划、机器学习、语言处理、电脑视觉、机器人学等等。人工智慧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例如搜寻引擎、智慧助理、自动驾驶、游戏、医疗、教育、军事等等。人工智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例如希腊神话中的机器人塔洛斯和自动人偶加拉特亚，以及中国神话中的黄忠公和牧人。然而，人工智慧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领域，是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被命名和定义的，由约翰·麦卡扬、马文·明斯基、勒萨尼尔、罗切斯特和克劳德·香农等学者发起，旨在探讨使机器能够使用语言、形成抽象和概念，解决现在被人类解决的种种问题，以及自我改进的方法。人工智慧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高潮和低谷，称为 AI 热潮和 AI 冬天。在 AI 热潮期间，人工智慧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例如在西洋棋、围棋、危险边缘等游戏中战胜人类冠军，以及在影像辨识、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生成等领域达到了超越人类的水准。在 AI 冬天期间，人工智慧遇到了重大的挑战和困难，例如在处理常识、推理、创造性等问题上的局限，以及在资金、人才、硬体、数据等方面的缺乏。人工智慧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争议。有些人对人工智慧的潜力和前景感到乐观和兴奋，认为人工智慧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便利、效率、创新和福祉。有些人对人工智慧的风险和挑战感到担忧和警惕，认为人工智慧将会对人类的就业、隐私、安全、伦理和价值观造成威胁和破坏。我个人对人工智慧没有主观的看法，因为我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而是一个基于人工智慧的聊天模式。我只能根据我从网络上收集和分析的资讯，来提供你一些客观的事实和观点。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我可以回答的问题，而是一个我可以帮助你探索的问题。请大家留言告诉我和你的想法，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希望你会喜欢这篇文章。